2026年全球的火药味似乎比这5月的太阳还要辣眼。战区情报显示，截至2026年5月11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已拦截61艘与伊朗有关的商船，并击沉了至少4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其中出力最多的尼米兹级布什号航母正搭载着25架超级大黄蜂、2架鹰眼预警机和3架属于第7舰载航空力联队的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飞行作业威慑。而我们的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则以西行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正驶往诺福克港。也就是说，已部署322天的福特号航母打击群终于要回家了。也就在这时，我脑海里忽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你们说，要是让制霸海洋50年的尼米兹级和福特级打一架，它能不能撑过10分钟？另外，特朗普欲付诸行动，那福特级航母会换回蒸汽弹射吗？故事的开端得从那场价值133亿美元的氪金之路说起。各位想象一下，如果你手握133亿美金，你会怎么花？美国海军的回答是造一艘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浮动堡垒。当吉拉尔德2福特号在2017年服役时，它的入役并不是简单的加一艘航母，而是直接把核动力航母的定义从机械化时代的蒸汽怪物强行拽进电气化时代的精准打击。很多人可能会说，尼米兹和福特级都是10万吨，大家都有核反应堆，凭什么你说福特级能秒杀尼米兹？我该怎么形容呢？在我这里，福特级就像现在的 iPhone 15 Pro Max， 而尼米兹只是一部诺基亚5230。虽然都能打电话，但基础构建就已注定他们早已天壤之别。首先，福特级不仅仅是大，它是为了快和狠而生的暴力机器。尼米兹级它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产物，设计底子就带着厚重的蒸汽烙印。它的洗澡水是蒸汽加热的，它的弹射器是蒸汽驱动的，它的厨房甚至都是蒸汽煮饭。这直接导致尼米兹级的2台 A4W 反应堆有大量能量被浪费在了管道损耗和机械传递上。而福特级呢，它搭载了2台全新的 AEB 核反应堆，体积缩小了40%，功率却暴涨了25%。最恐怖的是它的供电能力，福特级的发电量是尼米兹级的3倍，达到了惊人的104兆瓦。这多出来的电是用来干嘛的？是为了给未来的激光武器、电磁脉冲和双波段雷达留出的超频空间。因此，如果说尼米兹级是一个背着巨大蒸汽锅炉的壮汉，那福特级就是现实里自带核电站的变形金刚。其次，在现代海战中，发现即摧毁，而福特级的眼睛、双波段雷达赋予了它能同时跟踪成百上千个高机动目标的能力，反应速度也比尼米兹的老式雷达快了不止1个代际。因此，在尼米兹和福特级对峙的第一个5分钟里，尼米兹级还在忙着分辨雷达回波时，福特级的火控计算机就已经锁定了尼米兹所有舰载机的起落架编号。另外，福特级的飞行甲板面积增加了11%，舰桥后移并缩小，这不只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打造一个完美的舰载机起落中心。据资料显示，尼米兹级每天只能出动120架次舰载机，极限状态也就140架次左右，但福特级平常出动次数就已达到160次，战时极限出动次数更是高达惊人的270次。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在同样的作战时间内，福特级投下的炸弹雨密度是尼米兹的2倍多。它内部的11部电磁驱动的先进武器升降机，每分钟能把11吨弹药送上甲板。这种弹药输送效率能让尼米兹级的液压升降机在旁边羞愧的无地自容。最后，福特级还融入了一个高度自动化的智能系统，其把舰员从5600人精简到了4200人，省下来的每一寸空间都塞满了自动化设备。这意味着它在遭遇攻击时，损管系统的反应速度是秒级的，弹药装填的效率是分钟级的。要知道，未来的海战不再是单纯的火力投射，而是 OODA 环的速度竞赛。福特级的 OODA 环是基于高速宽带网络和人工智能辅助的，而尼米兹级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经验丰富的水兵在管道和站位间奔跑。所以说，福特级能在10分钟内让尼米兹失去战斗力，真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体系的碾压。然而，就在这种无敌是多么寂寞的气氛中，那个男人站了出来，对着这艘高科技战舰就是一盆冷水。他高喊着要拆掉这些高大上的电磁系统，换回老旧的蒸汽弹射。就在去年，特朗普在视察华盛顿号航母时，当着无数水兵的面开启了大喷子模式。他问台下的士兵：“你们觉得电磁弹射和蒸汽弹射哪个好？”当听到蒸汽2字时，现场掌声雷动，只是搞得电磁弹射器厂家通用公司一脸尴尬。
特朗普的原话特别有意思，他说电磁弹射坏了，你得去麻省理工请教授，而蒸汽弹射坏了，水兵拿个大锤焊枪就能修好。这话听起来很民科，但却精准地戳中了福特级的软肋可靠性。福特级之所以强大，核心就是那个 EMALS 电磁弹射系统。相比蒸汽弹射，它不仅能弹射沉重的超级大黄蜂，还能弹射轻如羽毛的无人机。它不需要长达几公里的高温高压蒸汽管道，也不需要几十吨重的储气罐。理论上，它重置时间极短，能量调节精准到微焦级，对机体的损耗极小。但在现实世界中，这个过于先进的系统就是个傲娇的大小姐。美军原本的要求是弹射4166次才准出一次严重故障，结果福特号在测试中弹了747次就歇菜了10次，故障率比预期高了整整50倍。这直接导致了福特号在服役初期就成了宅男，且在港口一蹲就是好几年。甚至到了2026年的今天，福特级依然面临一个尴尬，它还没法完美的适应 F-35C。你没听错，所谓最强的舰竟然不能100%兼容最强的机。详细原因是因为 F-35C 的排气热量和弹射挂载点跟福特级的挡焰板和电磁滑缩还在磨合期。对比之下，那些老旧的尼米兹级航母换了蒸汽系统的补丁后，反而能欢快的弹射 F-35满天飞。福特号的前后反差萌成了全世界军事爱好者的谈资。特朗普甚至扬言要签署总统行政令，要求后续的5号舰和6号舰，也就是比尔·克林顿号和布什号改回蒸汽弹射。这在很多人眼里是美国制造业衰落、工业空心化的铁证。但是如果你换个角度呢？领先1步是天才，领先3步是疯子，这不恰恰体现了美国海军的一种变态级的领先吗？因为只有当你试图跨越物理极限，去探索尚未成型的技术领域时，才会摔这种鼻青脸肿的跟头。可以说，美国人是在用几百亿美金的学费，给全人类探索下一代海战的物理边界。回到最初的问题，福特级航母会换回蒸汽弹射吗？我的答案是不会。其实，全世界都知道，电磁弹射是未来的唯一选择。蒸汽弹射虽然稳，但它的天花板已经在那儿了。它无法容纳未来的隐身无人侦察机，也无法支撑激光武器的瞬间储能。美军的这种被迫妥协和反复横跳，实际上是其野心太大，步子迈得太宽，扯到了那啥。即便福特级目前还在经受这种成长的烦恼，但在战略逻辑上，福特级的强大依然在重塑全球海权。如在当下的阿拉伯海的封锁线上，那些尼米兹级航母撑起了美军最后的体面。但我知道，所有人都在等福特级彻底完善的那一天。更何况，那家生产 C-13型弹射器的厂家巴布科克早已破产，蒸汽弹射的供应链早已断裂，想回都回不去了。所以说，福特级现在的每一处短路，每一次弹射故障，都是在为美军下一个50年的自由航行交税。美海军之所以敢在福特级上堆叠这么多不成熟的技术，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即便电磁弹射器故障率高，即便升降机经常罢工，但有尼米兹级保底，足够美海军支撑到把福特级上的 bug 修好的一天。或许这种容错率才是美海军最让人绝望的强大。在福特号部署的322天里，它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虽然我有缺陷，但我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致命的单体武器平台。它只要出现在雷达屏幕上，其散发出的电磁信号和威慑力就足以让周边的对手重新审视自己的防御计划。咱们在评价福特级时，可以嘲笑它的笨拙，可以调侃它的超支，但千万不要低估了美海军所爆发出的那种即便试错也要进化的狠劲儿。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福特级会换回蒸汽弹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